国家的号召，仿佛一夜之间，年轻人都纷纷涌上了街头，开始摆摊了。地摊经济之所以能得到这么多人拥护，就是因为解决了铺面和租金的问题。那么摆摊不需要铺面，但是增肌需不需要铺面呢？是当然。有些人还不知道哪儿是铺面。You can't touch this. You can't touch this. 所以这一期我将会给大家讲解人间凶器的最佳增肌动作——卧推。这个时候就有人跳出来说了：“哼，卧推老掉牙了，早就会了。”哎，你还真别说，你这几年做的可能都是假卧推。因为通过我平时在健身房的观察，单单卧推一个动作，要么是落点的问题，要么是握距的问题，要么是外展角度的问题，要么就是形成的问题，等等等等。这期我将从科学的层面有理有据的为你讲解卧推的技术要点，让你从地摊直接升级成旺铺。可能平常我们听到的卧推种类就不下5、6种，什么平板卧推、上斜卧推、下斜卧推、史密斯架卧推、哑铃卧推、固定器械卧推等等等等。但是归根结底，杠铃平板卧推才是一切的原点。杠铃平板卧推可以说是最常见、使用率最高，也是增大胸围最有效的推力动作。不同于上斜或者下斜卧推，平板卧推可以刺激到整个胸大肌，包括锁骨束、胸骨束以及腹肌束。同时，由于杠铃相较于哑铃可以上更大的重量，所以也是力量举和其他专项运动员所热衷的训练动作。首先，我们仰卧于平板凳上，前后调整位置，移动到当眼睛和下巴之间的位置正好处于杠铃杆的正下方时就 OK。双脚打开，腿部用力踩实地面。虽然卧推的动力链持续上背部，双脚并不直接参与到这个发力过程中力量举腿部驱动技巧除外，但是踩实地面能增加动作的稳定性，它起到的作用就类似于这个汽车雕两侧伸出去的这个支撑柱一样。说到这，我就不禁想起，经常看到一些小朋友一味的模仿阿诺，卧推的时候双脚悬空。怎么说呢？学习是好的，但不要盲目，一定要带着辩证的思维去看待问题。然后来到我们的重点，肩胛骨。就像我刚才提到了，肩胛骨在卧推中所扮演的这个角色，就类似于深蹲时候的双脚，它是地基，地基要稳，你才能放心的去使劲儿，才能上重量。所以肩胛骨一定要后收并下移。后收你可以想象用肩胛骨去夹紧一只腿，下移即为用肩胛骨向臀部的方向移动，这两点必须同时满足，缺一不可。当这两点都做到位了，你的胸膛应当是自然而然就挺起来了。杠铃平板卧推的握距通常为 1.5 倍的肩宽，当然每个人的骨骼长度也略有差异，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稍作调整。通常来说，标准的2.2米的凹杆上有这样的2道环我们可以以此作为参照来进行抓握，方便每次都握在同样的地方。握法一定要采用全握，即为用大拇指从下方包裹住杠铃。开握的话，我是绝对不推荐使用的。至于这个原因嘛，再次提醒大家，运动千万项，安全第一项。卧推不规范，亲人两行泪。当一切准备动作都就绪之后，就可以出杠了。出杠的速度一定不要太快，将杠铃杆移动到盂肱关节这个竖直平面的正上方，而不是脖子的正上方。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开始动作了。这个部分是卧推的重点，因为我看到很多小朋友做卧推的时候都是直上直下。其实正确的卧推轨迹从侧面看的话，应当是一条倾斜的斜线，下方落于胸骨剑突的位置，上行至盂肱关节正上方。至于为什么卧推落点不落于盂肱关节上，也就是肩膀的位置，这样直上直下岂不是更简单明了吗？原因就在于我们在肩膀的竖直面内直上直下的推杠铃的话，势必会将肘部打开至180度，而这样的角度、这样的重量，对于肩关节的前韧带和中韧带都有不小的风险。之前很多期视频我都不断的强调过，动作一定要符合人体工学，而有一些人教授一些所谓的独门绝技动作，却完全违背这一点，根本没有考虑到动作的合理性和安全性，甚至把感觉放在了第一位，硬是把运动学变成了一个玄学。回到卧推，卧推要符合人体工学，必然要走这样的轨迹，而非简单的直上直下。一般来说，一个完整的卧推，杠铃一定要触碰到胸骨，因为这样才能以最大的运动幅度来刺激到胸大肌。正如力量举的卧推比赛中，触胸再推起才算是成功的一次试举。当然，训练中也有特例，如果你的小臂过长，那么就没必要刻意去触胸，因为这样可能对肩关节不太友好。如果不是小臂过长的原因，也碰不到胸，那么检查2点：第一，大臂开合角度是否过大；
第二，肩关节的柔韧性是否需要提高？动作的顶端并不需要你将肘部撑得老直了，这样会伤害到你的肘关节，只需要推至肘关节呈175度左右即可，并不需要完全打直并锁定。前面我已经提到过，当杠铃运行至最低点时，如果从俯视的角度来看，大臂和躯干的开合角度应当为45到75度左右的夹角，具体值视每个人的骨骼长短而定，找到自己的最舒服的点。通常来说，建筑物要想承重，结构柱必然是竖直的少量异形结构和异形柱不在讨论范围内。卧推也是同样的道理，手臂要想稳定的支撑杠铃，小臂就起到了类似于结构柱一样的作用，势必要在整个动态过程中均垂直于地面。除了动作的最顶端，如果你歪七扭八的推杠铃，小则浪费了本不该浪费的力气去维持这个平衡，大则有受伤的风险。卧推的节奏依然遵循常规的2:1，即为下方过程2秒，推起过程1秒即可，当然极大重量的训练除外。在动作顶端时吸一口气，屏住之后完成一次卧推。当过了上行过程中最困难的点时，再将这口气给呼出来。这里我们呼吸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能量供给，因为12阿米以下的重量并不太会用到有氧功能系统，所以我们的呼吸过程幅度不用太大，以免破坏了肩胛骨的稳定结构。平板杠铃卧推不同于其他训练动作，一旦出现失误，杠铃便会落在我们自己的身上，轻则被压，重则狗带。人送外号断头台绝不是耸人听闻，所以我们在尝试较大重量的时候，务必选用有安全保护杠的卧推架，或者是找个人在旁边进行保护，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。OK， 今天内容就到这儿，祝你们早日练成人间凶器，摆摊生意红火。别忘了来个素质3连，并戳在下方关注，你们的鼓励是我做原创内容最大的动力。这里是 Eric 卡的电台，我是 Eric。